怎么同样的食物，辉宝吃的却比瑞宝吃的胖？那是因为辉宝吃饭时喜欢狼吞虎咽，而瑞宝吃饭可是细嚼慢咽。辉宝吃完后还拿起盆跟爷爷讲：“爷爷再给我来一盆。”宋爷爷这周在最新视频里表示，自己这周在园区玩水玩得很开心，就连游客们一时都忘记了这里是熊猫展区，不是宋3岁展区。这周宋爷爷的视频可谓是乐宝特辑，记录了乐宝完整的一天。从乐宝早上体检开始，乐宝体检时这熟练的动作已然和爷爷的行为融为了一体。爷爷一抬手，乐宝就能猜出爷爷的下一个动作。这连贯的配合根本不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流，更像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默契。不过今天的乐宝似乎对宋爷爷的相机更感兴趣。乐宝面朝相机和镜头前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宋爷爷看乐宝今天很有镜头感，于是把相机往前放了一下。果然乐宝很想上镜，而这样姨姨们也可以看到乐宝之前的满瞳眼，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黑色眼圈的毛发格外的亮丽。对于宝家的治疗这一方面，韩国一直做的都很到位。检查完乐宝的体温后，便到了乐宝出门营业的时间了。为了乐宝能感到一丝凉爽，宋爷爷先是给乐宝的园区浇了一遍水。都说乐宝的毛发亮，这次看到乐宝坐在太阳底下的样子，确实如此。乐宝的毛皮大衣在太阳底下都亮到反光了。乐宝在园区吃了会儿竹子后，打算去小树上晒太阳了，顺便还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之前毛发脱落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完全长出来了。早上乐宝在室外活动了一会儿后，便回到了室内园区。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，室外园区太热了，所以一般到了中午，爷爷就会让乐宝回室内园区玩耍。给乐宝喊回室内后，宋爷爷来到了爱宝园区，给爱宝开门，让爱宝也回室内园区。爱宝这肉嘟嘟胖乎乎的样子，韩国姨姨们称其为肥美，并表示乐宝拥有这么可爱和漂亮的妻子。宝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了，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很是喜欢。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，便不撒手，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，东躲西藏，生怕宋3岁再给其抢走了。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，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，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，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。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，好在瑞宝这里不挑，不管哪一个都喜欢，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，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。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，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，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。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，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，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。炎热的夏天，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？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，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。为一会儿爱宝来园区做准备，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，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，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，防止晚上闹肚子。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，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。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开胡萝卜，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。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，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。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。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准备收熊回家。不过这宋3岁挺大胆的，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。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，早把宋3岁当成嫡媳，冲过来拍宋3岁脑门了。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。宋3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，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。宋3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想起了正事儿，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。宋3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，让姐妹俩过来。姐妹俩真就听了宋3岁的话，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。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3岁面，也让宋3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我家的精神状态领先我10年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。辉宝喜欢姨母，看到姨母来了就立马从树上下来，这一下输入线看得出瑞宝是真着急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姨母将果果投喂给瑞宝，而瑞宝吃小果果时也要拉着姨母的手。乐宝不想回室内，就算通道门打开了，乐宝也不回去。乐宝妖娆的跪在通道门口看了看，转头又走了。乐宝是因为自己的老婆还没回去，想在室外园区多看爱宝一会儿，而爱宝忙着吃竹子，根本没空搭理乐宝。不过爱宝这里的状态更是惬意。爱宝从室外玩耍回来，发现瑞宝这里吃竹子边吃边丢，一根竹子没吃几口，发现不好吃就扔掉再拿新的，最后竹子没等吃几口全被丢了下去。爱宝回来刚好看到，
这么多好竹子不吃，爱宝觉得浪费。爱宝坐在树下，就地给这些竹子解决了出来。瑞宝和爱宝这行为，配合的人里人气的，像妈妈看到自己孩子吃不完碗里的饭，避免浪费，所以帮忙给吃完。爱宝吃完地上的竹子后，看到瑞宝树上还有一根，索性直接也拿了过来，也替瑞宝给解决了。这爱宝吃饱喝足，也没再回小床上，直接来到饮水盆前的空调口处，躺下开睡了。空调口处吹着这舒适的暖风，爱宝躺着，忍不住的产了几个青团。这一家的精神状态同步内容，真是令人心驰神往。从爱宝这个小动作上，居然看出了吃醋的意思。瑞宝、辉宝每天都趁妈妈体检的时候来混小零食，时间久了，爱宝不乐意了，自己吃的小零食都变少了，所以爱宝在体检时给瑞宝、辉宝顶开，自己霸占了整个体检窗口。看瑞宝、辉宝这不服气的样子，姐妹俩的反骨真是越来越重了。眼看撼动不了妈妈的 C 位，姐妹俩改道钻到了护栏下面。姐妹俩咿咿呀呀的叫爷爷给自己也喂一口。爱宝防止瑞宝、辉宝给自己的小零食吃掉。爱宝张大嘴巴提醒奶爸别放错地方。一会儿出门营业，将爷爷这里找来一个好玩的，是一根大号的雪竹竹子。这根雪竹竹子高到画面都要放不下了。姨姨们以为将爷爷这是要学宋太公钓熊，结果将爷爷对姐妹俩讲说是给妈妈的，让姐妹俩不要动。将爷爷将竹子插在了小亭子上离开，姐妹俩才不听话。瑞宝坐在小树上，刚好能碰到竹子，瑞宝直接给竹子拉到自己的身边，毫不客气的开吃，这样吃竹子更加美味，因为这和在树上采摘野生竹子没什么区别。瑞宝连续几次的采摘，给上面的竹叶全吃光了。等爱宝回来时，就只剩下一根竹竿了。晚上姐妹俩吃完奶，辉宝这里猛地站起身，查看爷爷手里还有没有小果果时，发现辉宝的身高已经达到爷爷的肩膀了。姐妹俩真的在暴风式成长呀！而为了弥补爱宝没有吃到自己特意准备的那根竹子，给姐妹俩喂完奶后，将爷爷单独给爱宝进行了一场舒适的按摩。当然，将爷爷也不能忘记他的宝贝女婿乐宝，在奶爸按摩时一直蹭来蹭去，这说明自己的按摩手法得到了乐宝的高度认可，这给将爷爷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今是福宝出生的第1282天，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。今天依依到达室内园区时，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陪姐妹俩睡觉，姐妹俩睡在滑梯平台上，爱宝则坐在小木床上，身子趴在滑梯上，静静地陪着姐妹俩。爱宝对姐妹俩都是在默默的付出，虽然爱宝也在睡觉，但一有点风吹草动，爱宝立马就会察觉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，虽然今天天气很冷，但对于福宝来说，这个温度刚刚好。福宝坐在小亮台上，观察着室外园区的风景，而乐宝这里又在尝试给自己改名字了。乐宝的目标依旧是立牌上的名字缩写。乐宝抱着名字立牌，一顿啃咬。好在这次宋爷爷粘得比较牢固，乐宝啃了一会儿，啃累了便放弃了。之后，乐宝又跟姨姨们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身姿，尽情地释放着双开门的魅力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。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，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辉宝调皮的样子。宋爷爷转身示意辉宝爬到自己背上来，自己给辉宝背回家。辉宝不但没有让爷爷背，反而咬了爷爷一口。宋爷爷再晚点回头，辉宝都要给宋爷爷的小马甲咬破了。宋爷爷看辉宝并不想被背回家去，宋爷爷换成了公主抱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去后，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姐妹俩和妈妈的气味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。竹子吃完，福宝又在园区转了一圈，还在小滑梯上挠了挠痒，最后感觉到无聊了，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蹲在了通道门口前。福宝这是想回家休息了，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。